唔知大家星期五晚即係11月14號有冇睇市？如果冇，你淨係睇收市數字，你可能冇乜感覺。你睇收市，道指報47,147點，跌咗310點；標普500跌咗3點，幾乎平收。納指仲神奇，竟然倒升0.13%。你可能會話：哦，又係窄幅上落嘅一日啫。你錯啦！如果你琴晚真係睇住個市，你應該同我一樣，心臟都差啲跳出嚟。琴晚個市根本就係一場先殺好友再殺淡友嘅大屠殺。道指早段一度暴跌近600點，納指盤中插穿2%，成個市場恐慌到極點。VIX 恐慌指數一度飆升超過15%，衝到23嘅水平，係近1個月最高。Tesla、Nvidia 呢啲 AI 龍頭股早段全部深插，但係就喺大家以為 AI 泡沫終於爆破要嚟了啦，好快一股神秘嘅買盤突然湧入，硬生生將個市由深淵拉翻上嚟。Nvidia 由跌2%變倒升1.8%， Tesla 跌穿400蚊之後，竟然收市可以倒升。納指由最多插2%變收市升0.1%。呢個市究竟係邊個喺度買？又係邊個咁大膽喺度買？市場係咪精神分裂？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好，我哋先退後一步，睇睇個大局。點解呢2個禮拜科技股跌得咁慘？答案好簡單，聯儲局嘅數據真空期終於結束啦。大家唔好唔記得，美國政府啱啱結束咗長達43日嘅史上最長停擺。呢43日，市場好似盲人摸象咁，所有官方經濟數據，包括 CPI、就業報告，全部停發。而家政府重開第一件事係咩？就係追數。美國勞工部已經宣布拖延已久嘅9月份就業報告，將會喺下個禮拜，即係11月20日同大家公布。呢個代表咩？代表聯儲局班官員終於唔使再靠估，佢哋手上即將有真實嘅數據去睇。而喺呢段真空期，民間數據顯示咩？經濟依然好強。於是聯儲局嘅鷹派，好似明尼阿波利斯聯儲銀行嘅卡什卡利，就出嚟大聲話：我對再減息冇乜興趣，經濟韌性太高，通脹壓力仲喺度。市場一聽到就即刻叮一聲醒咗。之前2個月大家瘋狂炒作12月會減息，呢個預期喺過去1個禮拜終於崩潰。根據 CME 利率期貨，市場目前估計12月減息嘅機會已經跌穿50%。呢個減息預期嘅急速降溫，先係科技股呢輪調整嘅真正元兇。因為之前嘅升幅好多都係靠估值擴張，即係炒減息推上去嘅。而家水退，咪要還翻部分升幅咯。咁明知減息預期降溫，點解琴日星期五又有人敢死衝入去買呢？呢個 V 型反轉邊個買嘅？我睇到至少有3股力量。第一股力，技術派嘅買盤衝動，呢個係市場嘅慣性。The buy the dip impulse remains strong， 逢大跌買入嘅衝動依然強勁。標普500喺琴日嘅大跌市中再次守住咗50天移動平均線，對好多交易員嚟講，守到關鍵技術位就係一個入市信號。第二股力，企業自己嘅隱形之手，呢個係我前日嘅 Patreon 文章一直強調嘅。隨住第3季財報季結束，目前已經有94%嘅標普500公司脫離咗回購靜默期。呢班公司手握住天量現金，高盛估計2025年全年回購總額高達1.2萬億美元。佢哋就係市場上最大嘅接盤俠。佢哋對股價波動唔敏感，只會默默咁喺市場低位買翻自家股票。我估計琴日嘅 V 轉，呢班企業買盤功不可沒。第3股力，真正嘅聰明錢，預先知道股神巴菲特喺第3季最新持倉嘅資訊。琴晚收市後，監管文件披露，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喺第3季用咗43億美元大手入股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同時間佢做咗咩？佢減持咗15%嘅蘋果同埋6%嘅美國銀行。各位，呢個信號重要性簡直係核彈級別，喺全世界都喺度驚 AI 泡沫爆破。大賣空原型 Michael Burry 出嚟話科技巨頭財報造假，軟銀 SoftBank 清倉 Nvidia 嘅時候，巴菲特用真金白銀話俾全世界知佢睇好 Google。聰明錢嘅偷步操作，完美解釋咗呢個市場嘅 K 型反彈。連巴菲特都唔係睇淡科技，佢只係喺昂貴嘅科技股蘋果同跌出價值嘅科技股 Google 之間做咗一次輪動。到呢個消息一出，等於為琴日嘅 V 型反轉提供咗最堅實嘅基本面理由。好，分析完，咁我會點做？老實講，呢個市操作難度非常高，佢唔係一個 A 餐定 B 餐嘅問題，而係一個 K 型嘅問題。首先，我唔會再掂嘅嘢純粹嘅投機，呢個 K-shaped 嘅下半部，即係投機性資產，我個人係絕對唔會掂。嗰啲迷因 ETF 短短3個禮拜由11蚊跌到7蚊，跌幅超過21%，呢啲散戶賭場正喺度清場。比特幣 Bitcoin 係另一個重災區，
琴晚跌穿咗95,000美元，最低見94,409，創咗6個月新低。由10月高位計，已經跌咗超過20%。Bitcoin ETF 星期四錄得史上第2大單日贖回，呢個唔係買入機會，呢個係多殺多嘅人踩人。我絕對唔會喺呢個時候去接飛刀。其次，我會積極部署嘅嘢有盈利嘅質素股。呢個 K-shape 嘅上半部就係我嘅重點。市場正喺度殘酷咁區分炒作同盈利。點睇 AI 科技股啦？我會將佢哋分兩類。第一類盈利巨頭巴菲特買 Google 話我哋知呢啲公司例如 Google、Microsoft 喺大跌之後已經有防禦性同價值，佢哋唔係泡沫，佢哋係印鈔機。呢啲跌深咗，我會買。至於第二類純 AI 概念股，如 Nvidia、AMD， 呢啲波動會非常大。市場對 Nvidia 下個禮拜公佈嘅財報充滿疑慮。老實講，喺財報出爐前，我唔會大注，我會等佢出咗業績，俾個明確方向我，睇下佢嘅增長係咪真係追得上佢嘅估值。傳統價值股呢個輪動係真嘅，金融股早幾日嘅集體突破，同埋能源股 XLE 出現嘅超買入信號，都證實咗資金正喺度流入。醫療保健 Healthcare 亦都連續2星期成為表現最好嘅板塊之一。呢啲板塊我會作為我個倉位嘅穩定器。我哋再睇闊啲，星期五嘅 V 型反轉，唔係所有嘢都 V。你睇琴日成個科技股 Nvidia 升，但 Cisco C 科就因為財測唔掂而跌。呢個證明咗科技股已經唔可以一籃子咁買，市場開始揀股唔揀市。我想深入講講今次 AI 股震盪嘅核心就係 Michael Burry 嗰個會計造假嘅指控。Michael Burry 嘅指控係咩？佢話好似 Meta、Google、Microsoft 呢啲超大型雲端服務商 Hyperscalers 為咗谷佢哋嘅 EPS 每股盈利，正喺度玩會計戲法。佢哋嘅做法係延長資產，即係 AI 伺服器嘅折舊年限。例如 Meta 喺2020年一部伺服器係當3年折舊完，到咗2025年，佢哋竟然話可以當5.5年用。Michael Burry 鬧爆話呢啲 AI 晶片 Nvidia GPU 嘅產品週期明明只係2至3年，你憑咩當佢用6年呢？佢估計到2028年，呢班巨頭會因此低估咗1760億美元嘅折舊成本，即係作大咗1760億嘅盈利。咁市場點反駁？好得意，星期二有隻暴跌16%嘅 AI 概念股 CoreWeave， 佢哋喺財報會上無意中幫咗大科企一把。CoreWeave 管理層話佢哋第一批 H100 GPU Nvidia 上一代產品嘅租約啱啱到期，啲客仔租客竟然選擇提前續約，而且續約價只係打咗個95折，即係折減5%。呢段說話完美 KO 咗 Michael Burry 嘅論點。上市3年嘅 H100 依然極度渴市，需求強勁。呢啲資產嘅真實經濟壽命顯然唔係 Michael Burry 講嘅2至3年，而係更長。我個人嘅睇法係 Michael Burry 講嘅會計調整係事實，呢啲公司為咗整靚仔 EPS 的確做咗呢啲操作，但係 Michael Burry 錯在佢低估咗呢啲 AI 資產嘅耐用性。不過呢個爭議本身就足以成為市場喺高位沽貨嘅藉口。但而家巴菲特用43億美元買 Google， 等於投下咗信任票，話俾市場知，就算有呢啲會計爭議 ，Google 嘅價值依然被存在。呢個羅生門暫時嚟講，巴菲特贏。喺股票市場打生打死嘅同時，其他資產都好精彩。外匯美元指數 DXY 全個禮拜大致偏軟，跌咗0.3%。商品呢度先係冰火兩重天。黃金琴晚大插水，暴跌超過3%，一度跌穿4033美元。點解？因為聯儲局唔減息，無息嘅黃金自然吸引力大減。石油琴晚異軍突起 ，WTI 升2.4%，布蘭特升2.2%。原因係俄羅斯喺黑海嘅石油港口受到襲擊，地緣政治風險重現。加密貨幣，我要再強調一次 ，Bitcoin 喺94,900美元水平完全失守200日線。喺其他資產 V 型反轉嘅時候 ，Crypto 嘅騎兵並冇出現，呢個係極度弱勢嘅信號。總結嚟講，呢個禮拜市場經歷咗一次極端嘅壓力測試，結果係包括企業回購同埋價值投資者巴菲特暫時頂住咗沽出炒作嘅力量，包括軟銀、Michael Burry 等。呢場冰與火嘅戰爭下個禮拜將會進入決賽。所有嘅目光都會集中喺 Nvidia 嘅財報，佢嘅業績同指引將會決定 AI 信仰係咪需要重估。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